根叶循环水培是养好蝴蝶兰的秘术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满心期待买回来的蝴蝶兰，没过几个月，花谢了，根烂了，叶子整个软成烂棉花。其实你经历的90%以上的花友都经历过，不过不用着急，今天就送一个福利，分享一个秘术，让你把蝴蝶兰的命门紧紧抓住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重点分享一下避免蝴蝶兰空根烂根的窍门，我给它起的名字叫根叶循环水培。根叶循环水培，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既然蝴蝶兰容易积水烂根，那么为什么兰花养护的农场里要用水苔加密不透风的营养杯呢？有人说为的是光合作用，有人说为了便宜，也有人说为了好看，这些都有一点道理，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蝴蝶兰喜欢并需要一个短暂的泡水环境。水苔的保湿性非常强，营养杯透水性差，所以在给蝴蝶兰浇了一次透水后，它会有几天的泡水环境，让根系充分的吸收水分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至5天，等到根系吸饱水分后，泡水阶段就结束了。虽然泡水阶段结束了，但在营养杯中的水苔还处于闷湿的状态，而且要2至4周才能干透，这个阶段就比较危险，因为这个阶段蝴蝶兰烂根的几率非常大。那么我们该如何消除这种隐患呢？那就是通风，比如开窗通风，或者使用风扇，目的就是让水苔尽快干透，并且整个过程控制在20天以内。另外还有一个大误区，那就是看到水苔干了就立即浇水，其实这样不对的。判断缺水的标志不是水苔，而是根系，当根系颜色灰白的时候才可以浇水。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矛盾点，那就是并不是所有根系都在同一个时间缺水或者不缺水，所以就容易出现某些根系空根的情况，进而出现因为缺水产生的黄叶现象。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，我们可以用水培叶心这个方法。具体的操作就是在蝴蝶兰的水苔干透后，在蝴蝶兰的每对叶心中间塞上一个可以吸水的纸团或者海绵。当光照条件比较好的时候，给纸团或海绵吸饱水，这样就相当于给叶片补水了，也就是所谓的水培叶心。这个方法好处多多，不但给叶片补充了水分，减少了根系水分的消耗，相当于给蝴蝶兰的根系进行了旱培，而且又不会损伤叶片，并且几乎不会出现空根。水培叶心的法子是好用，但等到根系发白的时候就需要停止，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。通过根叶循环水培，我们解决了蝴蝶兰最常见的2个大问题，烂根和空根。但不烂根不空根只是能保证蝴蝶兰活下去，如果光照没照对的话，再健康的蝴蝶兰也会硬生生养成一盆长叶不长花的寂寞草。接下来这段让你刷新光照的重要性。光照管理。蝴蝶兰喜半阴，在大自然里面，它常生长在树荫下，接受着散射光的滋养。所以家庭养护也要模拟原生环境，将蝴蝶兰放置在室内散光充足的位置，比如靠近向东或者西向窗户的地方。如果将蝴蝶兰长时间置于光照过强的环境中的话，叶片会受到灼伤。相反，若光照不足，蝴蝶兰会变得瘦弱，叶色变淡，难以分化花芽，导致开花减少或不开花。所以夏季阳光强烈时，要用遮阳网给蝴蝶遮阴，或者将蝴蝶兰移至室内光线较暗但仍有散射光的地方。而冬季阳光柔和，可以适当增加蝴蝶兰的光照时间。很多人撑过了光照，却死在了容易忽视的温度。台岛的夏天热得像烤箱，冬天又冷到发毛，蝴蝶兰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。如果你家蝴蝶兰突然叶软根烂，很可能就是温差杀手惹的祸。现在就来告诉你怎么防。温度调节。温度对蝴蝶兰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。蝴蝶兰适宜生长的温度在15摄氏度至28摄氏度。当夏季气温超过32摄氏度时，蝴蝶兰会进入休眠状态。为了帮助蝴蝶兰安全度过高温期，需要采取降温措施，如打开空调或者向植株周围喷水，增加空气湿度，降低温度。蝴蝶兰的耐寒性较差，冬季当温度低于10摄氏度时，蝴蝶兰的生长就会受到抑制。
所以在冬季之前要及时将蝴蝶兰移至室内，并确保室内温度不低于10°C。如果室内温度较低，可以使用暖气、空调等。蝴蝶兰不像一般植物吃多就会壮，施肥这件事，下手太重根会伤，太轻又长不出花。到底什么肥该用？多久用一次？很多人一辈子都用错，所以下面说的施肥的内容一定要听清楚。4. 施肥方法。施肥是保证蝴蝶兰生长健壮、开花繁茂的重要措施。生长旺季也就是春季和秋季，每隔1至2周需要施一次稀薄的叶肥。叶肥可以选择专门为兰花配置的肥料，也可以使用腐熟的有机肥稀释后进行浇灌。施肥时要注意浓度不宜过高，以免造成肥害。可以按照肥料说明书上的比例进行稀释。在花芽分化期，为了促进花芽的形成和发育，需要增施磷钾肥。磷酸二氢钾是一种常用的磷钾肥，可以将其稀释，然后用喷雾器喷洒在叶片上，每隔7至10天喷洒一次，连续喷洒2至3次。在施肥过程中，要避免肥料沾到叶片和花朵上，如果不小心沾到了，应及时用清水冲洗干净，以免引起叶片灼伤或花朵凋谢。同时，在蝴蝶兰的休眠期，夏季高温和冬季低温时，要减少施肥或者停止施肥，以免造成肥料积累，对植株造成伤害。有肥有光有温度，看起来没问题，结果根还是烂了，是不是百思不得其解？告诉你，问题可能出在了机制上面。那么用什么机制？什么时候该换盆？用什么换？下面就一一说清楚。5. 机制选择与换盆。水苔是蝴蝶兰常用的栽培机制，它具有吸水性强、保水性好、透气性佳等优点。使用水苔栽培蝴蝶兰时，要选择质量好、干净无污染的水苔。树皮也是一种不错的栽培机制，它具有疏松透气、排水良好的特点。可以选择松树皮、柳树皮等，将其切成小块，经过腐熟、消毒处理后，与其他基质混合使用。椰糠是由椰子外壳纤维加工而成的，它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。随着蝴蝶兰的生长，基质会逐渐老化，失去透气性和保水性，因此每隔1-2年需要进行一次换盆。换盆的最佳时间是在花后进行，此时蝴蝶兰的生长相对缓慢，换盆对植株的影响较小。最后这一段，拜托你一定要看完。病虫害就是蝴蝶兰界的无声杀手，常常看起来好好的，一夜之间就整盆黑掉。这里我会教你怎么提早发现、提早处理，保你一株都不会白养。6. 病虫害防治。病虫害是影响蝴蝶兰生长和观赏价值的重要因素。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是预防病虫害的关键。通风不良会导致空气湿度增加，为病虫害的滋生提供有利条件。蝴蝶兰常见的病害有软腐病、炭疽病等。软腐病是由细菌引起的，发病初期，叶片上会出现水渍状的斑点，随着病情发展，斑点会逐渐扩大，导致叶片腐烂。炭疽病是由真菌引起的，主要危害叶片和花朵，发病时，叶片上会出现圆形或椭圆形的褐色斑点，边缘呈深褐色。在病害发生初期，可以使用杀菌剂进行防治。如对于软腐病，可以使用农用链霉素、中生菌素等；对于炭疽病，可以使用多菌灵、甲基托布金等。蝴蝶兰常见的虫害有蚜虫、红蜘蛛、介壳虫等。对于虫害的防治，可以使用杀虫剂进行喷雾防治。如对于蚜虫，可以使用吡虫林、定虫醚等；对于红蜘蛛，可以使用阿维菌素、达满林等；对于介壳虫，可以使用毒死皮、沙扑林等。在使用杀虫剂时，要注意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稀释，避免浓度过高对植株造成伤害。同时，要注意将药剂喷洒在害虫栖息的部位，确保防治效果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